嗨，大家！你现在在收看这一集的话，代表我已经过5000订阅了。所以按照这个频道的传统，我们要做一件5000订阅的洋装。老实说，我在4800的时候已经开始构想了，一直到了5000多的时候才真的定案，把草稿画下来。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开始记录整个制作的过程。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把我的设计稿定下来。大概有一个雏形，是希望可以做一个透肤的、很不实际的、很不实用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就一直画，我画了超过10个吧。对，从这一页开始，我有一些非常夸张的设计，就是一个想要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蛮夸张的啦，尤其是这个是什么东西？本来是想要就是在逛街的时候看到那种两边有那种缩腰的设计，本来是想要做这种，可是后来觉得好像要太实际了一点，越想越夸张。其实这就蛮接近我最后决定要做的那个东西。然后是一个大宽裤，外面有很多花束吧，它是倒着放的话，这边是一个花束的感觉，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东西。大概就是到这个很大的舞这边，我就休息了一阵子，然后这2个过后我又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就又开始重新定调，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一件的影子在上面。其实还有选很多给我一些灵感的照片，就是围绕在这几件上面比较多。然后这一件是我后来这个礼拜画的，比较感觉到抓到那个味道的感觉。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把它做蓬，是里面要再放一个骨架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说那骨架拿掉不就变成这样？今天又尝试画了一些，就是一直找不到感觉。然后本来想说要做一层一层一层的。我今天跟昨天其实就是看了 Chanel 跟 Chloe 的最新的那一季的设计，我觉得这一件给我的启发蛮大的，所以我就开始从那边着手，最后决定是这样，就是这一件，里面一件小小的迷你洋装，然后做一个大宽裤，外面的这个罩衫就是最后我想要做的那个透明的布料，透肤的布料，然后把我的想法全部都写上去。最终想要做的是粉红色或者是紫丁香的颜色，然后这边我是想要把它预留给我的5000个 subscriber 的那个 handle 会在这里出现，希望是可以成功，因为我是有机器的。我其实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把大家的账号放在薄纱上面，是要刺绣、机缝、手工的刺绣，还是要用印的，都还不知道。但就是有一个想法在这里，所以就以那个方向前进。其实自己还是有一种想要回到学校去跟老师学这部分的东西，学设计图，怎么知道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定稿了，然后这边会不会太多，这边会不会太少。然后每次看那种时装周或者是一些设计大赛的内容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笃定的说这个就是我的设计内容，不会觉得太少或太多，还蛮佩服的呀。今天的目标大概就是打出就是上面那个迷你洋装的样板跟宽裤的样板。我其实已经有一些想法，我知道我有一些纸型是可以拿来这次做设计的时候当一个基准点的。裤子之前我有做过这一件裤子，用这个来做，然后这个宽裤好像也蛮酷的，都拿来做参考。那裙子呢？好啦，所以最主要就是把它截短，就用这个纸型来改，纸样来改。然后下面的宽裤应该就是合并这2个纸样来做出我想要的那个超宽、超像裙子宽裤的这个感觉。因为这个是2手纸样，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旧型的那一种，所以它专门这个纸样就只有买1个 size， 通常都会在这边有一些标注，像这个就是只是青少年的尺寸12，所以绝对不会是我的尺寸，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些改造。意外发现我之前好像已经做过了，所以现在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我的3围。这个就是我的4000订阅的
纸样哦，重复了吗？反正就是前片加后片乘以2就会是这一个维度的长度，所以我现在量出来是21又3/4乘以2就会是42又6/4，绝对是够的。我的臀围好像就是40还39，所以活动空间也是有的，整个纸样看起来是 OK 的。唯一不符合我现在想要做的设计就是这个领口。反正4000订阅的洋装，我应该不会再做第2次了吧？我就直接把这个打开。本来想要用旧的纸样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之前做的有点太两光了。先用我的 Bodice Block 做一个基础，然后再来用这个纸样设计来做量身定做。不对，说反了，先用这边画出一个量身定做的基础，然后再用这个纸样来做花样。这个 Bodice Block 其实就是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然后需要加缝份的一个最基础的纸样，所以如果小于这一块的话，等于就是我穿不下。按照这个来做基础，再来做设计的话，就是可以确保这一件一定是我的尺寸。对齐没有缝份的这个地方，最主要对齐的地方就是前片的中线跟肩线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描绘出轮廓了。为了要合身，我还是标记一下它的那个腰身的地方，然后这是做调整的地方，也要做记号，大概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出来，镜头上看不看得清楚。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用这个基础来开始，然后描绘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加上缝份跟活动空间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纸样剪裁出来。原本那个设计的纸样是给青少年的尺寸12，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腰际线如果在这里的话，的腰要往下一点，整个东西都要往下，包括这里也是。现在要重新定位这个腰身，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做那个 Empire Silhouette 的设计，就是帝国腰身的设计，所以这边的可塑性其实蛮高的，就看你想要怎么做。到下胸缘这里的长度。做好了，刚刚相机电池没电，就去充电就没有继续录了。这个是上衣的部分，前片的裙子有2片，然后在大腿这边开了大概5公分的开叉，希望长度是够的，然后把所有的细节都放在前面，然后后面就是只有一整片的布料，然后会用一个拉链在正后方，正中间还不确定是不是要做腰绳。大家有兴趣知道怎么做这个吗？我其实觉得蛮好用的。我在真的理解这个怎么做之前，我都是自己乱画，然后刚刚对了一下，就是发现很多东西都歪掉，然后前片跟后片的那个比例看起来也怪怪的，所以这个我应该就不会留了。它的腰绳这部分我改了乱七八糟。我每次做样衣都心里会有一种我在浪费布料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不知道台湾配衣的布料怎么配布要怎么卖，我每次都觉得如果就这样做完就算了，然后它就在旁边积灰尘而已，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又会需要用到它，所以我很常用这种内衬的这个布料来做。这是某一次我去逛二手店的时候找到一整捆，我记得那时候买一整捆20块，现在感觉好像已经用到只剩下一点点，但我就觉得很划算。然后有时候是拿比较便宜的布料，就是教堂大拍卖的时候买的那些布料来做。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都觉得做这个很麻烦，然后如果没有办法一次就成功的话，就觉得好像是执行的问题，不是自己设计上的问题，然后就很容易就觉得很挫折，然后又已经把好的布料用掉了。然后这边唯一一个跟一般状态很不一样的是，我故意在一些不是弧线的地方留了比较大的缝份。这个用意其实是在避免，就是如果真的在剪裁上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我没有办法改大，就很难做出我想要的那个
调整。但是如果我这边缝缝留大一点，然后是很明确的一些空间的话，说不定之后如果我需要放一些布料出来的时候，这边就比较多可以运用的缝缝。就是如果我刚刚在2D 上面操作的东西没有办法符合3D 的事实的话，这些就会帮助我。通常我知道的裁缝师都会留1寸，大概2.5公分。然后我刚拿的那把尺是公制的，所以我就留了2公分而已。在这边跟这边弯线的部分就没有这个必要。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先把它先固定缝起来，才不会我在试穿的时候拉扯变形，然后到时候就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准确了。以上全部都参考就好了，因为从头到尾我都是自学的，我在网络上看了各种的资料，然后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自己的逻辑，给大家参考用就好了。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有说错什么的话，跟你的认知不一样的话，就手下留情，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好像还可以，就是这里要再回去修一下，可能再往内1寸吗？屁股这里宽度还 OK， 上面这件好像可以再挖更深一点，肩膀这边的宽度可以再减一点，背后这一块布料腰身可以再做明显一点，长度好像不用这么长，大概可以再往上。我想要再把这个挖深一点点到这里，然后这里可以这样。刚刚才发现，就是这边根本就没有对齐，应该是要这样遮起来，把胸绳遮起来之后再来剪裁才对。但没关系，还好我有多留一些缝缝，可以拿来改一下。然后就是超级天大的水逆，我整个按到慢速录影，所以现在加快播放，完全不知道自己当时说了什么。感觉是我把我的样衣全部拆解，然后做完调整、做完修改之后，再又缝回去一次。然后因为后面没有任何拉链，所以我在侧边留了一个空隙。然后试穿第2次之后，还是觉得后片可以再往内缩一点，所以就是一直不断重复试穿、调整、试穿、调整的过程。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看得懂唇语的话，好像还有得救，但我看不懂。总之，刚刚做的调整我全部都处理好了，然后还额外在侧线跟前板接缝的地方都做了一些调整，应该就是可以定案了。然后我就要把这些调整全部转成纸样的形式。因为会一直试穿拆掉，试穿拆掉，所以我全部都是用针长5来做，最后就是要把它全部拆掉，然后平放在纸上去做调整，重新定义你要的那个轮廓。我好像在中间又做了些什么调整，但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了。但总之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剪我要的粉红色的布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把这个拿起来，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接下来就开始做裤子的版型了，拿出原本已经做好的那一件来试穿看看，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要做调整，只是希望可以把第2个那个比较像裙子的设计把它也融合进去。很可惜的，我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布料可能没有剩这么多，所以我就没有做得太宽大，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我想象中的那样像裙子。手上有吃的，我可能肚子饿，但也有可能是相机没电了。这个迷迭香司康真的超香的。然后裤子的纸样也完成了，我先剪裁出我需要的宽度跟长度的裙子的部分，然后想说先全部烫上布衬之后再来做剪裁，因为这款布料真的太软太松，太容易松脱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剪正式的布料了。像这种切下来比较剩比较大块的布料我都有把它留下来，之后如果有需要就可以继续用，然后就可以按照刚刚的计划把它全部缝合在一起咯。前阵子不是有遇到一个心魔，然后卡关卡很久吗？这阵子就是身边的人一直很关心我，然后我一直很试图把自己拉起来，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了一些故事，就觉得人定胜天，但是也是要顺应的自然才对，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可以情绪很高昂，但也可以接受自己情绪很低落的事实。然后必须说女生的荷尔蒙真的可以影响很多东西，所以大家辛苦了。然后我应该是在讲那时候在跳蚤市场没有找到的那一
蹭，但是后来在我自己的布料堆里面找到了适合的，虽然颜色没有搭起来，但我觉得蛮 OK 的。它们就是同属马卡龙的那种糖果色系列。现在洋装的外壳做好了，所以就是拿一样的纸样、一样的纸型、版型去剪裁出我需要的内里，上面会需要做一点变化，这样才能让我就是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嘛，让我在那个边缘地方看起来比较不会有露出内衬的颜色的痕迹。老实说，我很不满意前片看起来非常2D 的感觉，就是它从胸口到接到下面的裙子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立体感的，所以我又回去做了一些修改，让它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立体一点的感觉。剪接到这边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有个空档，那就祝大家平安健康，身体快乐。好，回到内衬做法呢，就是拿原本画好的那个纸样，然后描绘出它的轮廓之后，在上缘的部分最厚的地方应该就是最宽的地方应该就是2寸宽，然后连接起来之后，上面这一块会用外面那个粉红色的布料来做，然后下面要拼接，所以要留缝份，所以前片跟后片的最上端这2块会是粉红色的布料。前后片我做的有点不一样，参考的是之前做西装外套那一集，因为想要固定肩线跟领口的那个缝线的痕迹，所以他们会在后片中间留比较大片的布料，所以我也参考那个做法，在后片中间留比较多的布料，然后延伸到后面在侧线跟前片结合的地方，就可以稍微对准一下，然后也是同样留缝份，这样就有做内衬的纸样咯。又有一个空档，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总觉得在开始做裁缝之前，这个频道大概就是100-200个订阅，然后一直到现在5000个订阅，整个过程说漫长也没有说太长，就是10年。然后我在中间做了一些调整的时候，这感觉好像跟制作整个今天这一集整个设计有点像，就是有点卡，然后前进的时候又觉得好像速度蛮快的，一下就2000-3000，然后现在5000了。我们太习惯看到那些报道，什么一夕致富，什么一夕之间成功变成大富翁，或者是他从快要破产，然后现在变成了晶片教父，举国倾城的那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或者是很伟大的运动健将等等等，就是觉得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下子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然后都没有去看他过去，可能他5岁就开始练钢琴，他可能很早就是在打基本功，这个过程嘴巴上会说重视过程，但是像大家还是比较想得到的是那个一夕之间的那种改变的感觉，或者是那种一弹指衣服就缝好了。对，就是心里有所感慨，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好，所以现在整个洋装的细节长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系列对会变成一个系列。我本来想说1-2集可以搞定，但现在好像会拖很久。然后我觉得我应该适时的给自己休假了，所以在这件洋装做完之后，我可能会给自己一些空间跟时间喘口气。我觉得第1集应该就到这里就好了，我的雏形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就是帮这件洋装收尾，然后等一下去帮一个邻居搬家，他们要搬回台湾了。长大之后就是这样子，朋友来来去去的，好像没有办法像在当学生的时候一样，就是都留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认识比较久的时间，花比较久的时间相处。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在吃素食餐厅一样，快快来快快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很真诚的人，我们都是很诚心在交往，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遗憾，就是希望他们回台湾之后有更好的发展，而且会更安定吧，毕竟在美国是一个异乡的感觉。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都有归属感，然后我们下集见咯，下一集就要把这件洋装收尾，然后开始做裤子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